顾南之蛋糕店老板，店不大，却靠手艺和口碑撑了3年。他常说，蛋糕是甜的东西，卖蛋糕的人心也不能脏。南哥，小雅那个生日蛋糕做好了吗？马上。这个小兔子他妈妈说一定要做的可爱一点。好了，通知客户来取吧。你干什么？就是你！你这个畜生！我女儿来你店里取蛋糕，你竟然敢欺负她！家人们看清楚，这就是那个蛋糕店老板。一个孩子来取生日蛋糕，结果被他欺负到哭着回家。你说什么？我今天根本没见过你女儿。你还敢不承认？我女儿才12岁，她回来之后哭的话都说不出来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真的假的？对小孩下手，太恶心了吧！先报警啊！蛋糕是不是你店里的？是。小票是不是你店里的？看起来是，但我需要查系统。查什么系统？我女儿哭成那样，难道还会拿这种事撒谎吗？我不是说孩子撒谎，我是说我今天没有见过他。大家听见没有？到现在还在狡辩，这种人开蛋糕店，谁还敢让孩子来买东西？弹幕飞速刷屏，曝光他，报警抓他，这种店必须倒闭。周丽忽然扑向顾南，抓住他的衣领。我女儿一辈子都被你毁了，你赔，你必须赔！我没做过，你可以报警，可以查监控，但不能空口回我。你还威胁我！大家看看，他还想威胁受害者家属！畜生，滚出这条街！我以前还在你家买过蛋糕，真恶心！退钱！我订的蛋糕不要了！你们干什么？事情还没查清楚，你还帮他说话，你是不是同伙？林芝，大家看，他现在还装关心员工，这种人最会演。有些罪名一旦扣下来，就不是解释能摘掉的，因为围观的人不想听真相，他们只想看一个恶人被撕碎。顾老板，别应承了，赔50万，关店道歉，我可以让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不然我就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你做没做过重要吗？现在大家已经信了。你女儿今天真的来过我的店吗？蒋浩剪辑后的直播视频冲上本地热搜，字幕快速闪现，蛋糕店老板疑似欺负未成年顾客，女孩取生日蛋糕后崩溃大哭，南芝蛋糕店老板拒不认错，视频被恶意剪辑，只保留周丽哭诉。顾南说我没见过他，现场群众砸店的画面，没有保留周丽私下索要50万的片段，评论区瞬间失控。太恶心了，让他社会性死亡。这种人还卖小孩生日蛋糕？地址在哪儿？我去砸！别让他跑了。真相还没开始查，审判已经开始了。南哥，我们店被外卖平台临时下架了，还有人把你身份证、住址都扒出来了。这就是网暴，他们根本不在乎真相。今天还有27个生日蛋糕，全退了。南哥，我们还开吗？开，我没做过，为什么要关？滚出去！顾南，你这事儿闹太大了，我这铺子还要出租，不可能让你继续影响整条街。事情还没查清楚。哼，查不查清楚重要吗？我只知道现在整条街的人都在骂你，你再开下去，我这房子都要被人砸了。你当初涨租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？南哥把这家店做起来，你没少跟着受益吧？我不管这些，3天内搬走。合同还有半年，你要打官司也行，但等你打赢，店早臭了。你到底有没有做过？连你也不信我？我不是不信，可现在网上都这么说，我爸妈、我同事、婚礼酒店那边都在问。所以呢？婚礼取消吧。
许曼姐，你现在说这个，我不可能嫁给一个背着这种名声的人，哪怕你没做过，别人已经这么认为了。如果以后证明我是清白的，那也太晚了，顾南，有些污点洗不掉。所以你不是怕我做过，你是怕别人以为我做过。我懂了。南哥，查监控，从他女儿进没进过这家店开始查。周丽说她女儿3点12分来店里取蛋糕，那就看3点到3点20。怎么黑了？刚好15分钟，刚好覆盖取货时间。监控昨晚被人动过？不是昨晚，如果是昨晚动的，系统会有恢复记录。这是事发前就设置好的定时断流。南哥，这不是误会，有人提前准备过。订单手机号不是周丽平时用的那个，临时号。实名信息查不到，但这个号码只下过1单，下单后第2天就停机了。如果真是妈妈给女儿订生日蛋糕，为什么用临时号？还有这个，取货人签的不是小雅，不是周丽，而是一个潦草的王。王？查门口监控。是成年人，不是小孩。把15点前后20分钟全部看一遍。没有，周丽的女儿根本没进过店。现在发出去还不够，他们会说门口监控不完整，会说小雅从后门进来，会说我剪辑。可我们店没有后门。观众不知道，他们只会听谁哭得更惨。那怎么办？查那个戴帽子的女人，她取走蛋糕，再到周丽指控我，中间一定有人交接。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取蛋糕的人是甜蜜岛的人。周丽的女儿没来，甜蜜岛的人来了。这场戏不是临时起意。他现在还敢来堵我，他毁了我女儿，还要逼我们闭嘴。这就是那个蛋糕店老板，还敢来找人家妈妈，太嚣张了。周丽，我来不是闹事，我查了监控，你女儿那天下午根本没有进过我的店。你说什么？你现在还要污蔑我女儿撒谎？我没有说孩子撒谎，我说她没有来过。大家听见没有？他现在还想逼一个12岁的孩子出来对质。这是取走蛋糕的人，他是成年人，不是你女儿。你自己店里的监控，你想怎么剪就怎么剪。我女儿才12岁，她会拿这种事撒谎吗？顾老板，你作为成年人，为什么非要逼一个孩子站出来？你这是2次伤害。我是在保护他，真正伤害他的是让他卷进这件事的人。闭嘴！你没资格提我女儿。孩子都吓坏了，你还逼他？有监控也不代表什么，说不定店里还有别的角落。我们店就一个门。你是他员工，你当然帮他说话。让小雅出来，我不问别的，我只问她一句：她那天下午几点进的店，穿的什么衣服？她受刺激了，不方便见人。那就让警察问。你还想报警吓她？顾南，你真不是人！我就是要报警，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蛋糕纠纷，这是诬陷。顾南，你非要把事情做绝是吧？你以为一段门口监控就能翻身？大家信的是我女儿，不是你。你知道她没来过。韩经理是谁？什么韩经理？你别胡说。甜蜜岛区域经理韩卓。家人们，顾老板现在情绪很激动，我们先保护周女士离开。你也知道韩卓对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韩卓，甜蜜岛的区域经理，他们新店就在我们对面，这2个月一直抢我们的高端生日蛋糕订单。王美明是甜蜜岛后厨主管，韩卓让周丽别让孩子露面，讲好提前直播带节奏。顾老板，监控查得挺快，有空聊聊吗？
顾老板，坐。有话直说。你这人啊，做蛋糕确实不错，可惜太不懂商业。商业就是污蔑别人猥亵孩子。别说的这么难听，舆论嘛，本来就是谁会讲故事，谁赢。周丽是你找的，王美玲是你安排的，蒋浩也是你推来的。顾老板，你不用一个个查，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你店的位置，我们甜蜜岛看上了。50万，你关店，公开道歉，承认那天服务过程存在不当。周丽那边我会让他闭嘴，蒋浩的视频也会慢慢撤热度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那你的店继续被砸，你的客户继续取消订单。你未婚妻已经走了，对吧？以后不会有女人敢嫁给你，更不会有家长敢让孩子进你的店。顾老板，脏名声这种东西洗不干净的，你做没做过不重要，大家觉得你做过就够了。你们拿一个孩子当工具，不怕报应？孩子，他妈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房东那边我已经谈好了，你一搬走，我们甜蜜岛就接手。你这家店的位置用来开旗舰店刚刚好。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是充电来的，不然呢？正面打价格战多累，做食品生意最怕的不是差评，是脏名声。周丽要50万，你也给50万，看来我这清白还挺便宜。清白，顾老板，你还没明白，清白不是你说有就有，是别人愿不愿意信你。这就对了，识时务的人才不会被舆论压死。热搜也是你推的。当然，没有流量，周丽哭给谁看？没有蒋浩，谁帮他把故事讲出去？甜蜜岛总部知道吗？顾老板，你不用套我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一个小店老板斗不过一个连锁品牌。王美领取蛋糕的监控，你不怕？怕什么？他只是帮顾客代取，蛋糕到周丽家后发生了什么，谁能证明？你准备的挺全，所以别挣扎了，签吧。不签。顾南，你别给脸不要！你录音？你刚才说热搜是你推的，说周丽是你安排的，说我的店铺位置你们甜蜜岛看上了，说脏名声洗不干净。韩经理，你们讲完故事了，接下来轮到我讲真相。你以为一段录音就能？不止录音，还有他女儿根本没来过店的证据。那就让那个孩子永远别开口。南哥，有韩卓录音，有门口监控，已经能证明他们有问题了。要不要现在发出去？不够。还不够？他们会说录音是剪的，会说监控有死角，会说戴帽女人只是普通顾客。他们最狠的一点是把孩子挡在前面。我女儿才12岁，她会拿这种事撒谎吗？所以我要先证明一件事，这场戏里，孩子根本不是主角，他只是被大人拿来当刀。顾老板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可现在网上都在骂你，我要是替你说话，也会被骂。我不让你替我说话，我只问你，当天下午3点多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来取蛋糕？没有。我只看到一个戴帽子的女人，她取蛋糕的时候很奇怪，一直低着头，还故意避开收银台摄像头。他说过话吗？声音很低，他说帮人取蛋糕。他有没有提小雅？没有。就是他。王美玲，你是谁？南芝蛋糕店，顾南。事发当天下午3点11分，你进过我的店。你认错人了。这条丝巾是甜蜜岛员工定制款，宣传照里你戴的也是同一条。一条丝巾而已，很多人都有。那你敢不敢让我看一眼你的手机定位？3点11分，你在哪？顾老板，到别人店里逼问员工，
不太合适吧？王美林取走了我的蛋糕，周丽女儿没来过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个成年人帮客户代取蛋糕，这犯法吗？那他为什么用临时手机号下单？为什么签一个王？为什么取完蛋糕后去了你们甜蜜岛后门？顾老板，你现在是舆论焦点，我劝你别再乱咬人，不然大家会觉得你是在转移视线。我不是咬人，我是顺着你们留下的脚印往前查。现在就差一个能直接定死他们的点。孩子，只要证明孩子那天下午不在我店里，他们整场戏就塌了。你就说你害怕，说你不想再去那家店，录完妈妈就给你买新手机。妈妈，我不想撒谎。我本来不想再伤害孩子，可顾南现在居然说我女儿根本没去过他的店，我只能放出这段录音。一个孩子会用自己的清白撒谎吗？顾南到现在还在狡辩，简直没有底线。录音都有了，还洗什么？顾南真的太恶心了，孩子都被逼成这样了，还让他出来对质？不对，哪里不对？你看这里，中间有一段空白切口，他这句“我不想再去那家店”，前后语气接不上。也就是说，这段录音被剪过，而且剪得很粗，像是从一段更长的话里截了几个字出来拼的。找音频修复师，能还原完整语义吗？试试。出来了。你不录，妈妈就不要你了。你就说你不想再去那家店，说完就行。他们居然逼孩子录这个，是大人在逼他撒谎。发吗？发出去，舆论立刻就能反转。如果我们直接曝光完整音频，他会被全网围观第二次。可你现在被骂成这样，我可以被骂，但不能让他再被大人利用一次。那怎么办？找学校，证明他那天下午在哪儿，把孩子从这场谎言里摘出去。你是顾南？我只想查一件事，事发当天下午3点12分，小雅在不在学校？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时间？因为周丽说她女儿那时候在我们店里取蛋糕。不可能，那天下午3点，小雅在舞蹈教室，全班都在。而且，周丽昨天来找过我，她想让我改考勤记录。监控还在吗？在。这是刷卡记录，下午舞蹈课从2点10分开始，到4点05分结束，小雅全程在教室。有没有视频？他真的没来过。他一直在学校，从头到尾，他都没参与这场戏。老师，我就改一下考勤，你帮我说小雅3点出去过，很快回来，不会影响学校的。周女士，这是造假。我也是为了孩子，那个人欺负了她，我必须让她付出代价。可小雅那天下午一直在教室，你别管那么多，我给你5万，行不行？
谢谢你。这段录音很重要。我一开始也怕自己卷进舆论里，但我更怕孩子以后觉得说谎可以被大人逼出来。小雅现在还好吗？不好，她这2天一直哭，她觉得是自己害了你。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？我不会问案件，我只想告诉他，不是他的错。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道歉。可是他们都骂你，妈妈说是因为我没录好，她说如果我听话，你就会赔钱，我们家就不会穷了。小雅，你听我说，错的是让你撒谎的大人，不是你。我没有去过你的店。我知道，监控也知道，老师也知道。以后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：什么？说真话的人不该害怕。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见我女儿？我是她妈！周女士，小雅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学校已经联系相关部门介入。我不管，我要见我女儿！他已经说真话了，他没来过我的店，他3点12分在舞蹈教室。你找老师改考情的录音也在。你们都欺负我！我一个母亲，只是想替女儿讨公道。你不是替她讨公道，你是把她推到谎言里，替你赚钱。现在够了。还差一个。谁？他取走蛋糕以后去了哪里？蛋糕盒怎么到周丽手里？中间那个人必须找出来。蛋糕没有去孩子家，他先去了韩卓手里。顾老板又来了，我说过，别骚扰我的员工。我不是来骚扰，我是来让他解释。3点11分，你进了我的店。3点14分，你抱着蛋糕离开。3点27分，你从甜蜜岛后门进去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南直门口，水果店路口，甜蜜岛后门。你可以说我店里的监控剪辑，水果店也是剪的吗？街口交通监控也是剪的吗？他只是帮客户带去，蛋糕后来送去哪儿是客户安排的。那客户是谁？周丽。可周丽女儿那天下午在学校，周丽也没有来取蛋糕。你们到底在替谁取？王美莲，你只是后厨主管，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不是主谋，但你是取蛋糕的人。我什么都没做。你用临时卡下单，你改了取货签名，你躲开店内摄像头，你把蛋糕送回甜蜜岛。韩卓会让你背锅，甜蜜岛也会说这是员工个人行为。你如果现在不说真话，等证据全部出来，你就是第一个被推出去的人。王美明，你要想清楚，你母亲的医药费是谁预支的？原来你不只拿孩子当刀，你还拿员工家人当绳子。可以说，但你要保证，我妈不会被停药。我保证不了医院的事儿，但我可以帮你联系公益律师和医院。你说真话是救你自己。是韩卓让我取的蛋糕，订单是他让我用临时卡下的。他说只是做一场服务纠纷，我不知道他们会说成那种事儿。蛋糕盒后来呢？我送到甜蜜岛后门，韩卓亲自接的。还有谁在场？蒋浩，还有周丽。蛋糕盒为什么会出现在周丽家？他们在后厨拍了几张照片，把蛋糕弄乱，做成很混乱的样子。然后周丽把蛋糕盒带回家，第2天，蒋浩就开始直播了。所以所谓孩子回来后抱着蛋糕哭，全是假的。孩子根本没碰过那个蛋糕，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证据呢？这是后厨监控备份，我怕韩卓以后推我背锅，就偷偷留了一份，里面有韩卓接蛋糕的视频。
蛋糕越乱，画面越有冲击。周姐，你等会儿哭狠一点。蒋浩，标题就写12岁女孩取蛋糕后崩溃。他们疯了。顾南这辈子洗不干净了，那就让他看看什么叫洗干净。如果这些证据属实，事情性质就完全变了。这不只是名誉纠纷，可能涉及诽谤、敲诈、伪造证据、恶意传播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先保护孩子。你现在还关心那个孩子？他没来过我的店，他也是被推出来的。我们会联系学校和相关部门，蛋糕盒也会依法调取，做痕迹检查。终于能查了。不是终于，是他们终于躲不掉了。我们依法向你调取涉案蛋糕盒及相关物品。蛋糕盒早扔了。你公开视频里说那是关键证据，作为指控依据，你应该保存。我本来是想，我没扔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，就偷偷留着了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把孩子逼成什么样了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没有未成年人指纹，没有小雅指纹，主要指纹有4组。哪4组？孩子没碰过蛋糕盒，是所谓孩子取回蛋糕的说法不成立。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有些事情想跟你了解一下。蛋糕盒上有我的指纹很正常。王美玲送到后厨，我顺手看了一眼。那你为什么划乱蛋糕表面？营销测试，测试标题是12岁女孩取蛋糕后崩溃。我愿意作证。是韩卓让我取蛋糕，是他安排周丽和蒋浩开直播，孩子没有来过店。王美玲，你想清楚！韩卓，现在该想清楚的人是你。已经初步确认了，蛋糕盒上没有小雅指纹，周丽、韩卓、蒋浩、王美煌全都有。南哥，你清白了。还没有，网上那些人还不知道，周丽还没承认，蒋浩还在装替受害者发声，甜蜜岛总部还没露面。我不只是要证明自己没做过，我要证明是谁把我推到这里。他还想吃最后一口流量，那就让他噎死。直播间灯光刺眼，蒋浩坐在镜头前，表情愤怒，语气煽动。家人们，顾南现在拿所谓监控说孩子没去过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在逼一个12岁孩子继续受伤害。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谁要是替顾南说话，就是帮坏人2次伤害孩子。顾南发证据了，快去看完整时间线。孩子3点12分在学校。我不评价周丽，不评价她女儿，我只放证据。孩子没有撒谎，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来过我的店。真正撒谎的是把他推到镜头前的大人。南哥，开始有人信你了。这还只是开始。周丽会说学校监控伪造，蒋浩会说我剪辑，韩卓会说王美玲只是代取。那我们继续放后厨监控。先不放完，让他们自己往坑里跳。他们每狡辩一次，我们就补一刀。别急着一次打完，我要让所有人看清楚，他们怎么一步步撒谎。他怎么会有学校监控？你是不是跟老师说了什么？妈妈，我没有。你现在必须跟我录一段视频，你就说学校监控是假的，说你那天真的去过蛋糕店。我不想撒谎了。够了！你还要把孩子逼成什么样？你懂什么？我已经收了钱，我现在退不了。妈妈，你收了谁的钱？顾老板，小雅刚刚给我发消息，她说她害怕周丽又想逼她录视频。她现在在哪儿？在家，我已经联系相关人员，但周丽情绪很激动，我怕孩子出事儿。南哥，你去哪儿？他们想回我，我可以查证据，但他们再敢逼孩子，我就让他们今晚全打。我是他妈，我让他录个视频怎么了？你们一个个都被顾南买通了是不是？周女士，你现在情绪不适合和孩子单独相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管我家事儿？你还敢来？你害得我们母女被全网议论，现在还来逼我女儿！我来不是逼他，是阻止你继续逼他。你可以继续撒谎，但别再让孩子替你撒。小雅，我不问你细节，你只需要告诉老师一句话：那天下午你有没有来过我的蛋糕店？我说了，妈妈会不要我。
外婆要你，外婆保护你。小雅，老师也在。我没有去过，我那天在学校跳舞，我没有见过顾叔叔。我知道。我不想录音。妈妈说，只要我哭着说害怕就能拿到钱。我不知道会害你被人骂，对不起，顾叔叔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你愿意说真话，就已经很勇敢了。她是我女儿，我让她帮我一下怎么了？我一个女人带孩子容易吗？你不容易，就能拿她当工具。你缺钱，就能毁一个陌生人的名声。你是母亲，你最该保护她。可你把她推到镜头前，让她替你撒谎。我也是被逼的。谁逼你？韩卓，你现在不说，后面所有证据都会替你说。到时候韩卓会说是你自己诬陷我，蒋浩会说他只是转发你的视频，王美玲会说他只是代取。你以为谁会保护？我没有去过南芝蛋糕店，我没有见过顾叔叔，录音是妈妈让我录的，她说不录就不要我了。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让你这么做？一开始不知道，后来我听见她打电话，她说韩经理答应给钱。韩经理？妈妈手机里就是这么备注的。我女儿受了刺激，她现在说的话不能信，她被顾南洗脑了。周丽女士，现在请你配合调查，如果继续做伪证，性质会更严重。我只是拿钱办事，主意不是我出的，是韩卓。你是否承认，事发当天你女儿没有去过南园蛋糕店？承认。你是否承认哭泣录音是你逼孩子录的？我只是让他配合一下，我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。你是否承认向顾南索要50万？我们有店内录音。承认。韩卓在这件事里做了什么？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他说只要我哭得够惨，顾南一定扛不住。他说顾南一关店就给我尾款。尾款呢？还没给。他说顾南必须关店道歉，房东解除合同后再给。也就是说，你知道他们的目标是顾南的店铺。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吓吓他，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他永远翻不了身。那你为什么不停？因为我已经收钱了，因为我怕他们反过来整我，因为网上已经全信了。所以你就继续让孩子撒谎。韩卓说他越解释越像心虚，他们早就算好了，不管你说什么都能被他们反过来用。所以他们选了最脏的罪名，让所有人不敢听解释，让所有人觉得只要质疑周丽就是伤害孩子。现在周丽供述出来，韩卓跑不掉，但还有一个问题，甜蜜岛总部，韩卓大概率会被切割，公司会说这是他个人行为，那就证明不是个人行为。周丽已经说了，我也提交了后厨监控。韩经理，你现在还要跑吗？王美玲，你记住，你妈的医药费是公司垫的，你如果继续乱说，没人会管她。你还想拿我妈威胁我？我只是提醒你，顾南不会保你，甜蜜岛也不会保一个叛徒。我不需要你保，我只是不想再帮你害人。周丽承认女儿未到店，南芝蛋糕案存在伪造录音与取货人调包，甜蜜5区域经理韩卓被调查。天啊，孩子真的没来过。顾南被冤得太惨了，周丽太恶毒了，拿女儿当工具。蒋浩呢？之前骂的最凶那个主播呢？道歉，放原始直播，你是不是收钱了？我也是被周丽骗了，我只是替受害者发声。你不是发声，你是收钱扩音。家人们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周丽一开始找到我说她女儿受了伤害，我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博主，当然要帮她发声。那你为什么剪辑顾南？为什么不放完整视频？你是不是拿钱了？我没拿钱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请蒋浩公开事发当天完整直播素材。素材太多了，平台那边可能已经自动清理了，大家别被顾南带节奏。他以为删掉本地素材就没了，但平台有缓存，尤其这种爆款直播，后台留得很完整。能恢复开播前内容吗？试试。等会儿周姐一哭，镜头直接怼老板脸，标题就打12岁女孩取蛋糕后崩溃，别给顾南解释机会，他越解释观众越骂。他早就知道。继续。蒋浩，这次流量给你，
尾款走市场推广费。韩经理放心，我最会做这种本地爆点。替受害者发声？你是在替钱发声吧？我一个人的清白。被骗了，太可惜了！我杀他！我承认，我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不严谨，但我主观上没有恶意，我也是被周丽情绪感染。江哥，平台通知账号要临时封禁，合作商也要解约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要韩卓。顾老板，我错了，我可以帮你咬韩卓，我有他安排直播的完整聊天记录，你能不能放我一马？你不是帮我，你是在帮你自己少一点后果。那你到底要什么？原始素材、收款记录，韩卓指挥你带节奏的全部证据，还有公开道歉。我承认，我收取甜蜜岛市场推广费用，配合周丽对顾南进行恶意直播曝光。我没有核实孩子是否到店，我为流量伤害了无辜者。男纸必须臭掉，这明显是商业陷害。甜蜜岛出来解释。韩卓只是区域经理，公司不知道。封杀他！南哥，我查到甜蜜岛总部内部文件了，有人匿名发来的。打开。他们不是临时起意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让你关店来的。还有更恶心的，他们毁了你，还想踩着你的清白做公益。这份文件如果能确认来源，甜蜜岛总部跑不了，但他们一定会说是伪造。那就找文件来源。顾老板，事情反转了，我也是刚知道你被冤枉，之前让你搬走，我也是被舆论影响。甜蜜岛是不是找过你？他们是不是承诺我一搬走就给你3倍租金？商业谈判嘛，很正常。你在我当事人合同未到期时，配合外部企业施压解约，涉嫌违约。你若继续隐瞒，我们会一并追责。我说，韩卓不是一个人来的，甜蜜岛总部市场总监也来过。他们说南芝马上会出事，让我提前准备解约。有证据吗？会议室有监控，我留了一份。南纸这家店品牌口碑太强，正面墙很麻烦，我们会做一场舆论事件。顾南一旦背上这种名声，不关也得关。到时候你直接以影响商铺安全为由解除合同。如果他不走呢？他扛不住。未成年顾客负面事件一旦爆出来，他这辈子都洗不干净。他们连洗不干净都提前说了。不是周丽一个人说的，不是韩卓一个人说的，这是他们整家公司想看的结果。证据够了，可以正式起诉甜蜜岛总部商业诋毁、恶意竞争、名誉侵权，还可以申请公开澄清。起诉，但在起诉前，我要开一场证据发布会。个人行为，内部文件怎么解释？总部总监视频都出来了，还切割！你们拿孩子当工具，现在说个人行为，抵制甜蜜岛！马上删帖，联系平台压热度，发律师函，就说顾南散布不实信息。压不住了，蒋浩、周丽、王美玲、房东，4条证据链都指向我们。顾南还宣布明天召开证据发布会。14点10分，萧雅进舞蹈教室。15点11分，王美玲进南岳。15点14分，王美玲取蛋糕。15点27分，王美玲进甜蜜岛后门。15点40分，
韩卓破坏蛋糕，16点10分，周丽录制剪辑音频，18点10分，蒋浩直播充电。南哥，明天你想说什么？我就说一句，什么？你们说我伤害了一个来取蛋糕的孩子，可那个孩子根本没来过我的店。南哥，直播间在线已经破100万了，周丽那边还在说你逼孩子。那就从孩子开始，但不是让他再受伤害。顾老板，你是不是想把未成年女孩推到娱乐中心，对孩子造成2次伤害？你承认之前的行为让孩子受到惊吓的？今天所有证据中，小雅的正脸都会打码，她的名字、班级、家庭住址不会公开，因为这件事里，唯一不该被审判的人，就是那个孩子。我今天要证明的只有一件事：周丽口中来我店里取蛋糕后受伤害的女孩，根本没有来过我的店。这是学校刷卡记录，时间下午2点10分。周丽说下午3点12分，小雅在南芝蛋糕店取蛋糕，但同一时间，她在学校。学校监控是否经过核验？已由学校、班主任、警方调取确认，原始文件已提交，不是顾南个人剪辑。这才是真正取走蛋糕的人，他不是小雅，他是甜蜜岛后厨主管王美玲。他取走蛋糕后，没有去周丽家，而是去了甜蜜岛。甜蜜岛为什么会拿到你店里的蛋糕？这是否代表甜蜜岛参与陷害？不要急，这是下一条证据。蛋糕越乱，画面越有冲击。周姐，你等会儿哭狠一点。蒋浩，标题就写12岁女孩取蛋糕后崩溃。这不是一场失控的顾客投诉，这是剧本，是排练，是有人提前准备好一把刀，等着往顾南身上扎。这张小票被周丽用来证明小雅来过我的店，但系统原始记录显示，取货签字是一个王字，订单手机号是一张临时卡。周丽女儿没有任何取货记录。他们不是没查清楚，他们是根本不需要她来过，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孩子，是孩子的身份。只要把12岁女孩这几个字放到标题里，就足够毁掉一个人。妈妈，我不想撒谎，我没有去过那家店，我不想再录了。你不录，妈妈就不要你了，你就说你不想再去那家店。孩子没撒谎，是大人在撒谎，顾南被冤惨了。我再说一次，小雅没有伤害我，她也是受害者。我没有去过南纸蛋糕店，我没有见过顾叔叔。那天下午我一直在学校跳舞，录音是妈妈让我录的。她说只要我哭着说害怕就能拿到钱，我不知道会害顾叔叔被骂，对不起。小雅，你不用道歉，错的是逼你撒谎的人，不是你。孩子别怕，说真话就很勇敢。周丽怎么能这样对自己女儿？你女儿都说没去过了，你还装什么？你拿自己孩子害人，你还是人吗？之前哭得那么惨，原来是收钱演的。我也是被逼的，韩卓让我这么做，我只是想拿点钱给家里过日子。你缺钱就能毁别人一辈子？周丽女士，请你配合调查。我女儿是我生的，我让她帮我一次怎么了？她是你女儿，不是你的工具。顾老板，现在小雅已经证明没来过，你会追究这个孩子的责任吗？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，她没有责任，她没有进过我的店，没有编造故事，没有主动传播谣言，她只是被自己的母亲逼着哭，逼着说害怕。真正该被追责的是那些让她哭的人。周丽、韩卓、王美玲、蒋浩、甜蜜岛总部，这才是我要追究的人。韩卓，你不是说孩子那边不会出问题吗？我没想到周丽连自己女儿都压不住。现在整个舆论都炸了，总部方案也被曝光了，你知道这对品牌意味着什么吗？现在想把锅推给我，方案是我一个人做的吗？舆论清退计划是谁签的字儿？我手里也不是没有东西，你们敢切割我，我就把总部拖下水。
接下来我会对周丽、韩娟、蒋浩以及甜蜜岛相关主体依法追究责任，不是为了赔多少钱，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，清白不能被明码标价。南哥，甜蜜岛发声明了，切割的挺快，那就让他们看看总部签过的字。韩卓个人行为，总部不知情，公司深感遗憾，将加强内部管理。顾老板，甜蜜岛称这是韩卓个人行为，你怎么看？你有证据证明总部参与吗？如果不能证明总部参与，你是否会停止对甜蜜岛总部追责？这是甜蜜岛内部方案，我原本不想在今天全部放出，但他们既然急着切割，那我只能让大家看看刀柄握在谁手里。目标：降低南芝蛋糕公众信任度。策略：制造未成年顾客安全争议，经本地亲子圈与探店博主同步发酵。结果：迫使房东解除租约。后续：甜蜜岛接手店铺，改造旗舰店。这份文件来源是否可靠？我们已经提交原始文件给警方和相关机构，文件中多个时间点与已发生事实完全对应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有会议监控。南芝这家店口碑太强，正面竞争成本高，我们会做一场舆论事件。顾南一旦背上这种名声，不关也得关。到时候你直接以影响商铺安全为由解除合同。甜蜜岛说韩卓是个人行为，那这个总部市场总监是韩卓个人吗？这份舆论清退计划是韩卓个人吗？房东3倍租金承诺是韩卓个人吗？准备踩着我的清白做守护儿童安全公益月，也是韩卓个人吗？他们毁掉一个无辜店主，又拿儿童安全做营销，这也太恶心了！最恶心的不是他们想抢我的店，生意竞争我认，价格战我也认，可他们用一个孩子的哭声给我编了一个这辈子都洗不干净的罪名，这不是竞争，这是毁人。声明被打穿了，顾南放出了总部会议监控，现在所有平台都在骂我们恶意竞争。市场总监，解释一下，这个方案是谁批的？只是一个预案，并不代表公司真的执行。可事情就是按方案执行的，从周丽到蒋浩到房东全都对上了。准备公开道歉，把责任控制在市场部。现在也要切割我？公司不能死。甜蜜岛又发道歉声明了。他们想模糊处理，不写诬陷，不写未成年，不写恶意竞争，这样后续赔偿和追责空间会小很多。当初他们毁我名声的时候，一个字都没模糊，现在道歉也一个字都不能模糊。困扰，店被砸，订单全退，平台下架，婚礼取消，他们管这个叫困扰？这是典型避重就轻。如果接受这份声明，后面他们就会说已经道歉了，事情到此为止。不到此为止，他们必须写清楚，不是困扰，是诬陷，是造谣，是恶意竞争，是拿孩子当工具。顾老板，我们已经很有诚意了，再把措辞写得太尖锐，对双方都不好。对谁不好？对我不好，还是对你们不好？顾老板，企业有企业的体面，我们不可能在公开声明里写得像认罪书一样。你们毁我的时候没给我留体面，你们让周丽哭的时候没给孩子留体面，你们让蒋浩镜头怼我脸的时候也没给真相留体面。现在跟我谈体面，这不可能，这样写品牌就完了。你们写不写？证据都在，不写我就继续发，发到每一个买过你们蛋糕的家长都知道，你们所谓守护儿童安全是怎么拿孩子撒谎。顾老板，把公司逼急了，你也未必好过。我最难的时候已经过了，现在该你们难了。终于写清楚了，顾南真的太容易，一个字都不能糊，这句话太少了。甜蜜岛必须赔到底。南哥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清白了。知道清白和恢复清白不是一回事。
有些人骂完一句就忘了，可被骂的人会记很久。顾南，我想跟你道歉。我知道错了，婚礼还能重新开始吗？顾南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求你原谅，但我真的以为那时候你洗不清了，所以你就先跑了。我爸妈给我压力，公司同事也在议论，婚礼酒店打电话问我还办不办，我当时真的撑不住。我理解你撑不住，但我不能接受你把戒指放下的时候，连一句我陪你查都没有。我后来一直在后悔，我看见证据发布会，看见小雅说她没来过，我真的很心疼你。顾南，我们那么多年感情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许曼，你知道我最痛的是什么吗？是我不信你。不是，是你没有查。林芝不是警察，她只是我店里的员工。可她第一反应是查监控。你是我未婚妻，你的第一反应是查热搜。你不是怕我做过，你是怕别人以为我做过。所以从你放下戒指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结束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但这个戒指我想还给你。你拿走吧，它已经不是我们的东西了。顾南，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？恨过，在我最难的时候，你又给了我一刀，但现在不恨，因为我已经不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了。那以后还能做朋友吗？不用了，我不需要一个在热搜里判断我值不值得信任的朋友。有些人不是坏，只是太会权衡。可清白被毁的时候，最伤人的往往不是陌生人的辱骂，是亲近的人先一步把你从自己的人生里删掉。你还好吗？还行。其实你刚才挺狠的。我只是说实话。那以后呢？店还开吗？开，不但要开，还要重新开，让他们知道清白可以被弄脏一时，但不能被他们永远偷走。那我明天订花篮。林芝，谢谢你那天没走。别人信热搜，我信监控。南芝蛋糕重新开张，第一款新品清白。南哥，花篮摆门口吗？摆吧。南哥，这块也换掉吧，看着怪难受的。留着。为什么？提醒自己，清白不是别人还你一句对不起就能恢复原样，裂过的地方要记住。顾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之前在网上骂过你。我退了孩子生日蛋糕，还在群里说你不配开店。我今天来是想当面道歉。你们误会我，我可以理解，但希望以后再看到类似的事儿，别急着把一个人判死。我们知道错了，蛋糕可以卖，道歉我也收下，但真正该记住的，不是我受了多大委屈，是别再让下一个人被一段剪辑视频毁掉。苦橙重新开业第一款新品，你确定要用苦橙？确定。大家都爱吃甜的，所以还加了蜂蜜。这款叫什么？清白这东西看着干净，拿回来的路其实很苦，但最后总得有一点甜。那我给它拍好看点，不能让它输给那些脏热搜。来一个这个。叔叔，怎么了？那个姐姐以后不会再被妈妈逼着撒谎了吧？不会，因为她说了真话，也因为以后会有更多人保护她。那我要一块清白蛋糕，我也要记住不能撒谎。好，清白卖爆了。名字蹭热度了？才不是，大家买的不是热度，是想给你一个回应。是小雅。顾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帮妈妈录一段话。妈妈说，只要我哭一哭，你就会赔钱，我们就能过得好一点。可是后来，你的店被砸了，好多人骂你，
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梦见所有人都说是我害了你。他才12岁。我最害怕的不是别人骂我，我最害怕的是以后我说真话也没有人相信我。顾叔叔，我以后会说真话，你能不能不要讨厌我？我从来没讨厌过他。小雅，你不用向我道歉。你没有进过我的店，没有主动伤害我，也没有选择让谎言变大。错的是那些逼你撒谎的人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怪他？他是孩子，真正的问题不是他录了音，是大人把他推到镜头前。如果这件事结束后，他只记住自己有罪，那这场清白我也没赢。他最近情绪稳定了一点，但还是不敢见人。麻烦您转交给他，不用让他回信。顾老板，谢谢你，我替这个孩子谢谢你，也替我们家向你道歉。您不用替周丽道歉，谁做错谁承担，孩子以后跟着您，好好长大就行。我会护着他，以后谁也别想再拿他撒谎。对周丽、韩卓、蒋浩、甜蜜岛总部的追责程序都已经启动，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正常经营，恢复损失。我还想做一件事。什么？建立一个公益项目，帮助那些被大人胁迫、被迫卷入纠纷和舆论的孩子。你自己刚爬起来就想着别人。我不是原谅周丽，也不是想装圣人，我只是怕下一个孩子也被推到镜头前，怕他们长大以后以为撒谎是为了讨好大人。项目名字想好了吗？南哥，明天媒体会来采访重新开业，他们肯定会问你为什么不恨小雅。那就告诉他们，我恨的是拿他当刀的人，不是那把被攥住的刀。调查结果第一批出来了，周丽、韩卓、蒋浩均将被正式追责。该还账。周丽涉嫌故意散布不实信息，恶意损害他人名誉，并存在以公开视频舆论施压索取钱款的行为。相关证据包括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音频原件、学校监控及本人供述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顾老板，我也是一个母亲，我一个人带孩子，日子真的不好过。我只是被韩卓骗了，我不是真的想害你。你可以求，可以难，可以向社会求助，但你不能卖掉孩子的眼泪。你说你是母亲，可你最该保护他，也是你最先把他推上镜头。我承认我在商业竞争中有不当行为，但我没有指使周丽具体怎么说。他夸大事实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你所谓不知道具体怎么说，是指这些吗？蛋糕越乱，画面越有冲击。标题就写12岁女孩取蛋糕后崩溃。韩卓，现在不是你给别人写剧本，是证据在写你的结局。那只是商业话术。你的账号将被长期封禁，相关商业合作全部暂停，涉及恶意传播和收钱造谣的部分，后续将配合调查。我已经道歉了，我也交证据了。道歉是态度，后果是后果。我只是替受害者发声。市场部参与恶意竞争，导致品牌声誉重大损伤，相关负责人全部停职调查。顾南那边的赔偿诉求，法务继续谈。现在全推给市场部，舆论清退计划是我一个人签的吗？董事会没看过。公司要活，有人就要负责。好，你们也想切割我，那就别怪我把会议记录全交出去。甜蜜岛市场总监反水了，他愿意交出总部审批链。如果属实，甜蜜岛不是赔钱道歉就能结束。他们窝里斗了？不是窝里斗，是脏水太满，盖不住了。他们说是个人行为，那就看看个人行为要多少人签字。他们每一步都有人签字，是，这就意味着甜蜜岛不能再说这是韩卓个人行为，至少在商业诋毁、名誉侵权、恶意竞争层面，总部要承担主体责任。那就起诉到底。赔偿诉求怎么定？损失照算，停业损失、订单损失、装修损失、精神损害、名誉修复费用。但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？参与策划的人不能再碰儿童食品营销。他们最不配打儿童安全的招牌。顾老板，赔偿金额太高，你们一家小店就算停业1个月，也不可能有这么多损失。你们毁掉我的时候，怎么没嫌我是一家小店？我们可以赔偿实际损失，但你提出的公开澄清、责任人行业限制、儿童营销进入，这些超出了商业调解范围。那就不调解，走诉讼，让所有材料公开。你们不是怕赔钱，你们怕所有家长知道你们打着儿童安全的旗号拿一个孩子编谎。突发消息，南芝蛋糕正式起诉甜蜜岛。顾南要求涉人员不得参与儿童行销。
支持这种人还想做儿童食品营销，赔钱不够，必须公开写清楚。别让他们换个城市继续害人。顾南这次不是为了自己，是把行业底线立住了。顾老板，以后小孩单独取蛋糕，你们还接吗？接，但会多一道确认流程。未成年人单独取货，必须给监护人发短信确认，取货全程监控留档，孩子信息不外泄。麻烦是麻烦点，但这样安心。南哥现在是流程狂魔，被毁过一次的人才知道清白也要留证。我只是不想让关心我的人再因为我受到伤害。这套流程以后别的店会不会也用？能用最好。我妈妈让我在直播里说谎，不说她就不要我。看来这件事还没有结束。又是孩子被逼着直播作证，这类事情很敏感，不能直接公开。第一步要先保护孩子隐私，第二步联系学校、监护人之外的可信成年人，必要时联系相关部门。我们不是审判机构，我们能做的是告诉孩子，别一个人扛。那公益项目正式上线？上线。这句话太扎心了，小雅真的让人心疼。有些大人根本不配做大人。支持南芝，这比单纯卖蛋糕更有意义。小雅，最近还好吗？老师说我以后可以慢慢好起来。会的。这是我画的，送给你。谢谢你，我会把它挂起来。请你吃蛋糕，这次不用录视频，不用证明什么，只是吃蛋糕。顾叔叔，我以后会说真话。可是如果说真话会让妈妈不高兴怎么办？大人不高兴不代表你做错了，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因为你说真话就不要你。你以后害怕的时候就记住这句话。哪句话？你不是任何人的工具，你是你自己。一边是伤口，一边是清白，一边是孩子的话，这面墙还挺有故事。以后就叫它证据墙。证据墙？蛋糕店里挂这个会不会太严肃？甜的东西也得守住底线。最后一场仗该算了。顾先生，今天开庭你最想要的结果是什么？真相被写进判决里。田明道已经公开道歉，你为什么还坚持起诉？道歉可以发一篇声明，但他们毁掉我的是用的是整个团队、整套流程、整场舆论。如果只发一篇声明就结束，那他们下次还敢？顾老板，希望你别把事情做得太绝。商业场上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你们造谣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抬头低头？我不是把事做绝，我是把账算清。我方承认市场部门在舆论处理过程中存在管理疏漏，但顾南先生主张甜蜜岛总部有组织策划陷害，证据不足。所谓舆论清退计划来源不明，不能直接证明公司整体意志。被告方将恶意竞争包装成管理疏漏，这是避重就轻。我们提交3组证据：第一组证据，南芝舆论清退计划原始文件；第二组证据，总部审批链；第三组证据，市场总监韩卓、房东3方会谈视频。这不是某个员工的一时冲动，这是从立项、预算、传播、执行到店铺接手的完整商业方案。南指这家店口碑太强，正面竞争成本高。那就让他臭掉。未成年顾客安全事件，爆点构建。顾南如果不搬呢？他背上那种名声，不搬也得。请注意，他们不是在讨论服务纠纷，他们在讨论如何让一个无辜经营者臭掉，这就是恶意竞争。即便存在不当竞争行为，顾南先生也已经通过公开视频恢复名誉，且南姿蛋糕店已经重新营业，损失并未达到其主张金额。我可以回答吗？我的店重新开了，不代表损失不存在。玻璃可以换，柜台可以修，订单可以重接。但当一个人被贴上那种罪名时，他每一次出门，每一次被人看见，每一次听见别人小声议论，都会想起那场污蔑。本案证据复杂，涉及名誉侵权、商业诋毁及不正当竞争等多个争议焦点。法庭将依法审查全部证据后作出判决。顾先生，你对结果有信心吗？我以前以为清白只要自己知道就够了，后来才知道，别人把污名写满全网时，清白也需要被正式写回来。
顾南，甜蜜岛那边又有新动作，他们准备把市场总监推成唯一责任人，申请破产切割，让主体公司逃赔。还想跑？继续查。甜蜜岛打算把涉事市场公司注销，他们会说清退计划由该子公司执行，总部只是被蒙蔽。如果切割成功，赔偿和责任都会大幅缩水。他们怎么还敢？证据都摆到法庭上了。他们不是不敢，他们只是觉得坏事可以用公司架构藏起来。要打穿切割，需要证明2件事：第一，总部实际控制执行；第二，总部实际受益。那就查钱，谁出钱，谁受益，谁就别想装无辜。这是最关键的。在顾南被污蔑之前，甜蜜岛总部已经向房东支付了意向押金，押金备注是南芝旧址旗舰店预留。他们还没把南哥搞垮，就先把店铺定了。他们不是赌我会倒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已经倒了。涉案行为均由市场子公司独立操作，甜蜜岛总部并未直接参与具体执行，更未因此获益。如果总部未参与，为什么推广费从总部市场专项支出？如果总部未获益，为什么南域旧址租赁押金由总部战略扩展账户支付？如果总部被蒙蔽，为什么董事会代表在方案审批栏签字确认？被告不是不知道，被告是先准备抢店，再制造舆论，最后准备靠守护儿童安全完成品牌包装。原告，你可以补充陈述。你们想把责任推给市场部，可你们拿我的店做旗舰店，拿我的清白做营销，拿小雅的眼泪做公益。现在事情败露，就说总部不知情。甜蜜岛不是被员工拖下水，甜蜜岛就是那条船。我不接受切割，我也不接受模糊道歉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，你们当初怎么一字一句把污名扣到我头上，现在就要一字一句把真相还回来。顾先生，甜蜜岛切割失败，是否意味着判决对你有利？判决还没出，我不评价，但至少现在所有人都看见了，他们不是一只手造，是整套手套都造。顾南，法院通知判决日期提前了，下周1。终于快结束了。还没，判决之后还有道歉，道歉之后还有恢复，恢复之后才叫重新开始。不是不报，是证据还没放完。经审理查明，周丽女儿小雅事发当日未进入南芝蛋糕店，顾南未与小雅发生任何接触。所谓取货后受伤害，系被告方通过伪造取货链条、剪辑录音、煽动传播所制造的不实事件。甜蜜岛相关主体构成商业诋毁、不正当竞争及名誉侵权，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，并在指定平台、指定时段发布公开澄清与道歉声明。顾老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女儿以后还要生活，你能不能放过我一次？我没有报复你，我只是让你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。你真正该求原谅的人，不是我，是小雅。我只是想红。你红过了，代价也该你自己付。顾先生，判决出来后，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轻了一点，但不是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里没有真正的赢家，我的店被砸了，小雅被母亲逼着撒谎，很多人也被一段剪辑视频骗着去骂人。判决只是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，但被伤过的东西不会立刻恢复。那你还会继续经营南芝吗？会，我做的是蛋糕，甜的东西不该输给脏的谎言。终于写清楚了，顾老板真的被冤惨了，一个字都不能唬，这才叫道歉。以后不要看见视频就急着骂人。南哥，判了，他们终于写清楚了。你要把它挂起来吗？挂。不怕太沉重？沉重也要挂，不是为了记仇，是为了记住，清白也需要证据保护。还回来了。
终于还回来了。顾老板，这流程挺好，麻烦是麻烦点，但安心。保护孩子也保护店，以后谁都别再因为一句话被毁掉。叔叔，我能看看清白蛋糕吗？当然。南哥，你今天看起来终于像以前了。以前什么呀？嘴上不说，手里很稳。别人夸你的时候装听不见，有人说不好吃，你能研究一晚上配方。这阵子我都快忘了自己是做蛋糕的。现在记起来了？记起来了。我不能让他们把我永远困在那场污蔑里。我不是那个热搜标题，我是难治蛋糕的顾南。那今天多做几份清白，我感觉会卖爆。卖爆就加班。加班也行，这次是甜的。顾老板，我之前转发过不实视频，这是我写的道歉。谢谢。你真的不怪我们吗？怪过，但我更希望你们以后别再这样。下次看到类似的事儿，先问3个问题：证据完整吗？时间线对吗？当事人有没有说完话？记住了。顾老板，我想订一个生日蛋糕，孩子说他今年想在南芝过生日。好，想要什么图案？小兔子要跟之前那个一样，但不要被踩坏。这次不会了。赔偿款第一批已经到账，甜蜜岛后续7天道歉也会持续执行，涉事人员的行业限制建议也被采纳了。终于像个结局了。还有小雅那边呢？她现在跟外婆生活，学校和老师会继续做心理辅导，周丽暂时不能单独接触她。这样最好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开店，做蛋糕，把公益项目继续做下去。挺好，别让坏人把你逼成只会复仇的人。他们不配。给谁的？给我们自己的。苦橙味还是有点苦，但后面是甜的。那就对了。顾叔叔，我可以进来买蛋糕吗？当然可以。这一次你想吃什么，自己选。想进去就进去，不想也没关系。顾叔叔，我以前一直害怕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说是我害你变成那样。我觉得我只要进来，大家就会看我。你没有害我，你也不需要躲着这里。这个地方卖蛋糕，不卖害怕。进来吧。今天新品半价，专门招待勇敢说真话的小朋友。我想要这个。确定？这个里面有苦橙，不是最甜的。我想尝尝。有点苦。后面呢？后面是甜的。是啊，很多事刚开始都很苦，但你只要没有一直停在苦里，就会慢慢尝到甜。顾叔叔，你真的挂起来了？画得很好。可是我写了不要撒谎，你看到不会难过吗？不会，因为这句话不是在骂你，是在提醒大人。我以后不会再帮别人撒谎，就算那个人是妈妈。好，但你也要记住，说真话之前要保护好自己，找老师，找外婆，找能保护你的人。勇敢不是一个人硬扛，勇敢是你害怕的时候还愿意走向真相。妈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孩子不能替大人撒谎，大人也不能拿孩子当工具。那我以后也说真话。你看，他不怕这里了。这才是最后一块清白。南哥，今天算真正结束了吗？这件事结束了，但以后还会有人撒谎，还会有人被剪辑、被围攻、被逼到说不清。那怎么办？那就继续把证据留下，继续把话说清楚，继续做甜的东西。你这人真倔。不倔的话，早就关店了。他们说我卖个蛋糕，伤害了一个孩子。他们拿小票，拿录音，拿直播，拿眼泪，想把我钉死在一个我没做过的罪名里。可后来，时间线开口了，监控开口了，孩子也终于开口了。他根本没来过我的店，他没有撒谎，
撒谎的是那些拿他当刀的大人。清白这东西有时候来得很迟，但只要你还愿意追，它总会回来。